我生来就爱摆烂，于是选秀那天，皇帝问我你有什么爱好？我答臣女爱好摆烂。因为风太大，离太远，皇帝听成了摆烂，赏我一盆兰花，封我为7品才人。从此我入了宫，常在宫里摆烂，别人跳舞争宠，我干饭，这饭真香。别人官宣怀孕，我偷乐，她生了，那我可不用生了。别人大雨天开宫门争宠，我忙着往回跑。快回宫收衣服。这时小月说道：才人，这银炭至多还可用3日了。我有些不舍，那灭掉一根吧，应该冻不死我。我叹了口气，想象是美好的，现实却很苦。入冬之后，我连炭火都没有，手都冻疮了。于是我准备想办法争个宠，至少把炭火的事情解决。主仆2人正在相互打气，说要参与宫斗什么的。内务府便传来了消息，皇帝传召我侍寝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为了上好的探探，我拼了！我本就生得美，小月也是个会打扮的。她给我描了蛾眉，点了金边红底的花钿，唇脂也上了娇艳一些的颜色。若方才是仙女，那现在便是尤物了。我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嘴角露出勾人的弧度，有点小得意。这架势，今年冬日的炭火稳了。咱们小主这身段这相貌，皇上见了定会记着你的。可我心里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得宠，毕竟皇帝和我江家有隔阂。我端坐在銮轿里走了一会，掀开轿帘瞧了瞧，前方那座巍峨宫殿便是帝王寝宫了。可就在此时，轿子忽然停了下来，清河公公站在轿子外，勾着身子。启禀才人，皇上遣人来说，让您不用过去了，奴才现在就送您回洗云宫。我掀开轿帘，探出头，为何啊？宁贵妃娘娘突然找皇上有急事，皇上他先去一趟明华宫。我心里明白，宁贵妃之所以挑上这一日来接宠，完全是因为我人微言轻。好消息，今日做嫔妃也是摸鱼的一天。坏消息，搞炭火计划破灭，会继续挨冻。天大坏消息，明日我就会沦为这3宫6院的笑柄。贵妃娘娘身子不舒服，皇上应该先去看看的。清河公公不必送我回去了，我自己一人慢慢走回去，想欣赏一下这9重宫阙里的漫天雪景。彼时我撑着油纸伞，行走在雪花漫舞的无人巷道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箫声。我借着雪色与箫声，在寂寥的深宫里缓缓起了舞步。一曲舞毕，我长长舒了一大口气，感觉心里舒畅了不少。抬起头来时，却望见路的尽头伫立着一道身影。我走近了些，才看清，我竟然见到了活的皇帝。穿越前都是在博物馆里见的死的，这次见到大活人了，可兴奋了，一时忘了自己身处何地。萧玉将碧玉箫悄悄收回，居高临下的睥睨我。江才人，你为了江家，还是这般不死心？这话把我给问懵了。什么不死心？放肆！我愣了愣，醒悟过来，连忙跪在地上行礼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话落，我就站起来了。入宫前嬷嬷说的，看见皇帝就说这句话。朕有叫你平身吗？我一脸赤壁的神情，委屈巴巴的又跪了下去。你以为买通朕身边的人，告诉你朕的行踪，你便来此跳一段舞，就可以成功勾引到朕？没有啊，皇上，是您传召臣妾侍寝，又半路抛弃臣妾。臣妾不敢坐在轿子里痛哭流涕，怕清河公公听见，回去禀报于您，说臣妾埋怨皇上，所以臣妾便自己一人走回去。刚好遇见下雪，不知哪里传来一段箫声，臣妾情不自禁一舞，就撞见皇上了。平身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看来他是相信了，但膝盖陷入雪水里，已经将鞋袜浸湿了。我起身时有些笨拙，用了好几次力气，还是没办法起身。我来了一句：皇上能搭把手吗？萧玉眸光清冽，带着一股帝王自来的阴沉，不过还是伸出了手掌。我将自己的小手放上去时，心里哇的一声，好暖和。你还要抓着朕的手多久？臣妾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皇上的手掌太暖和了，臣妾的手自入冬以来也没这么暖和过了。我在心底暗叹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不用侍寝，全靠语言铺垫引导。你自己身体差，怨不着旁人。我懵逼了。行，萧玉，算你狠。萧玉转身便离开连廊，我就在后边可怜巴巴地跟着。你跟着朕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找不着路了，皇上能送臣妾一程吗？臣妾是路痴，很容易走丢的。帝王细长丹凤眼淡淡瞥我一眼，上来吧。随即对御辇内监道：去洗云宫。我上了萧玉的御辇，这御辇内部宽阔明亮，最重要的是有一盆十足使的银炭，我两眼发光，这东西要是能带回去该有多好。江才人，既然入宫，便要安分守己，莫要做些歪路溜。你做了也没用，朕对你毫无兴趣。是皇上，以后臣妾尽量布现在皇上的面前，今日纯属巧合。皇上，臣妾以为您这御辇不该放这炭火，您瞧瞧，这四周都是布料，容易起火，对皇上也不安全。皇上龙体康健，其实也用不着这暖炉。一会儿臣妾下御辇时，就把这暖炉给皇上带下去。萧玉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到了洗云宫，萧玉的御辇便停了下来，我很主动地提着小暖炉的把手。多谢皇上送臣妾回宫，臣妾告退。
那细长的帝王丹凤眼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立马开始思索起来，这后宫不好混啊，每一个眼神都代表不一样的意思。眼前这萧玉虽说自己毫不喜欢，但她也确确实实是自己的金主，不敢得罪。那个皇上，你要到洗云宫坐一坐吗？我礼貌发问，假惺惺客套了一下。今日江才人费尽心思邀朕入洗云宫，朕便成全你。闻言，我顿时满脸问号，救命啊，家人们，我是真的没有这意思啊。萧玉来了洗云宫，整座宫殿的宫女与太监都炸开了，麻利地忙活了起来。我就知道咱们才人是个有手段的，被宁贵妃半道劫走的皇上，又被咱们才人给夺回来了。宫殿灯火通明，我又开始心疼自己宫里的物资了，哪怕是多点一块灯油，都是一种消耗。萧玉人高腿长的走在了前面，我提着暖炉跟在后头。小月，赶快去把这暖炉里的银炭给熄灭了放好，我们又可以多用几天了。才人真有本事，小主。皇上来了，应该紧着最好的东西用啊！咱们私藏了，怕不太好吧？没关系，皇上青春盛年，自带火焰，他不用暖炉，身子都是暖和的。那好吧。萧玉披着墨狐毛的披风，入我寝殿的内室，端坐在棱纹鎏金的金丝楠木宽椅上。屋内灯光映衬之下，萧玉头顶玉龙金冠泛着光华，那张俊脸轮廓深邃而分明，让我多看了好几眼。好看的脸谁不喜欢？我蜷缩在一边的美人榻上，都没有过来挨着萧玉，我冷得很。屋内就一根小小银炭燃着，我自然是挨着银炭，且并没有去沐浴等着侍寝的打算，就这么干坐着，想用无聊透顶让萧玉主动离开。萧玉从鼻息间呼出一口气，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心眼多得很，千方百计引诱她来，现在又开始玩起欲擒故纵的把戏了。不沐浴，朕可不会碰你。萧玉幽深的瞳孔对上我的眸子，我无眸微瞪，心里疯狂吐槽：你没事吧？萧玉刚才去宁贵妃的宫里，同一个晚上又来找我，我真是膈应得很。再说了，刚才那句朕对你毫无兴趣是谁说的？反正炭火到手了，一会儿把他弄走便是。我拖着毛毯从美人榻上下来，跪在地上。皇上，臣妾方才在雪地里跪了半晌，如今膝盖疼得紧，今夜怕是不能伺候皇上了。臣妾担心不能让皇上尽兴，那便是罪过了。萧玉冷笑一声，只当我是盐苦肉计，事情用不了你的膝盖。我话赶话的反驳道：哇，皇上让臣妾做些力不能及的伺候差事。话一出口，我连忙住了嘴。人设好歹是知礼婉约的贵女，差点说漏了嘴。朕宣太医来，也不用了，皇上，夜深了，也太兴师动众了，臣妾歇息几日便好。萧玉抬了抬手臂，你过来，给朕看看，看严不严重。我整个人都无语了，合着不严重还得继续侍寝是吧？这般重欲也不怕成了短命的帝王，就算他脸再好看，我今天也膈应得慌。萧玉见我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遂起身一把将我从地上捞了起来，脱掉我的鞋袜，将裙摆卷了上来。我心跳得飞快，第一次被这天底下最为高权重的男人抱坐在大腿上，像只受惊的小鹿，肩头微微耸动，战战兢兢。我冰的一双冰凉的小腿被他握在宽厚暖和的手掌里，他的视线落在我雪白玉足上那抹鲜红的扣单，喉结不自觉滚了滚。下一秒，他一把将我推了下去，我摔在厚厚的地毯上，没摔疼，却还是不满地撅了撅嘴。萧玉站起身，掸了掸明黄的龙袍，来人，伺候你们小主沐浴。我愣在地上，不是吧？来真的？萧玉俊容上浮现一丝狞笑，侍寝是爱妃的职责，怎么想抗旨？我只觉心累，帝王的心思真的太难猜了，一会儿抱着我摸我小腿，一会儿又把我推倒，现在又让我侍寝。萧玉是个疯子吗？没办法，钱难挣，屎难吃，我只能低声应道。回皇上的话，臣妾这就去沐浴。正当我起身时，萧玉又道：即便你成功引来朕侍寝上位，朕也不会将你父亲的官职升回来，更不会改变对你父亲的看法。美人计在朕这里向来是无用的。我心里疯狂呐喊：那你走啊！可嘴上半句不敢说，得罪了金主，别说炭火，冷宫都得给我安排上。我去净房磨磨蹭蹭沐浴，萧玉在外面喝了3盏茶，也没见我回来。他坐得久了，身上都凉了，这才注意到殿内的暖炉早就灭了。走近一看，里面就只有一根炭火。他瞬间气不打一处来，江一瑶可真是个小气的女人，有胆子勾引我，就没气量大方些。良久，我才身着一件玄月色薄纱锦衣，拖着长长裙摆走了进来，头低着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一想到沐浴烧水费了我好几根炭火，我就莫名生气。我是真的很怕冷啊。可萧玉看见我，眸色瞬间深了，那纱衣薄如蝉翼，身段看得清清楚楚，配上我那张委屈巴巴带些娇憨的小脸，瞬间勾得他眼底起了火。怎让朕等如此久？沐浴用的热汤烧了好一会儿，一直没有烧热，可是炭火不够。天哪，他终于问出这一句话了，我等得太不容易了。我连忙往前凑了几步，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：是的，皇上，臣妾宫里的银炭还能撑4日，方才怕皇上久等，所以还是多加了炭火烧水。可事后，臣妾便没有炭火可烤了。皇上可以摸摸我的手，拔凉拔凉的。我撅着嘴，像只可怜的小兔子，委屈巴巴地跟主人告状。萧玉伸手摸了摸我的小手，的确冰凉。他起身将我横抱起来，走向卧榻处。我眼睛都瞪圆了，心开始狂跳，蜷缩在他怀里，轻轻环着他的脖子，把头埋得很深。入宫前叫邢嬷嬷可教你规矩了。我声音糯糯的教了，心里却吐槽教的那些东西也太基础了。朕今日不是有意临时改主意，是贵妃说应府从宫外送来了一件重要的东西，朕取了东西便出了贵妃寝宫，而后便碰见你了。我不冷不淡地回了一句哦，完全没懂他突然跟我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。结果他下一秒就毫不留情地把我丢进凤榻里，转身就走。我被震得浑身一麻，还有点疼，咬着唇在心底疯狂吐槽。外面传来萧玉的声音，对着清河公公冷声道：让内务府刘全德赶紧给朕滚到洗云宫来。清河公公都懵了，小心翼翼地问启禀皇上，可是洗云宫里缺什么了？
奴才好让刘公公备好的拿过来。萧玉扶了扶龙袍坐下，让他自己猜。我悄悄扒着内室的门探出头，听见这话，人都麻了。自己猜，要是以后萧玉也让我猜怎么办？我从前猜领导的心思，就从来没猜对过。没一会儿，刘全德连滚带爬的赶来了，一进门还被门槛绊倒了，头顶的帽子摔得歪歪扭扭，都来不及扶正，就连忙跪地。奴才刘全德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萧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对着手道：“刘全德，朕将内务府交给你管理，你就是如此管理的。”刘全德眼睛偷偷瞟向清河公公，清河公公连忙摇头，他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回禀皇上，若是洗云宫的娘娘缺什么了，奴才马上命人送过来。你自己想。”萧玉语声虽淡，可却带着十足的威慑，令人脊背发寒。刘全德环视洗云宫一周，心下明白了些，连忙磕头：“皇上恕罪啊，皇上，奴才绝没有克扣洗云宫俸禄。皇上若不信，可命人速查账册。”萧玉直接怒了：“朕纳入后宫的女子，无论品阶，皆为天子妃嫔，身份尊贵，却在冬日里缺炭少烛，挨冻摸黑。即便你内务府不曾克扣，也应根据各宫具体情况重新分配。刘全德，朕将你放在内务府总管这个位置上，不是让你一味的守规守矩，不思变，灵活变通，才能高居领事之位。”刘全德跪在地上，抖如筛糠。萧玉冷声道：“朕即日撤去你总管之职，去冷宫打扫庭院吧。”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嘴，心里又慌又乱。我只是想要些炭火，却不曾向萧玉告状。这内务府总管是后宫里的要职，背后指不定还有高位嫔妃的势力。明日这事一传开，我一个七品才人铁定要被人记恨死，根本受不住这风浪。刘全德哭喊着：“皇上，奴才冤枉啊！将才人位居七品，他这个月来领的俸禄都是足额的。这炭火不够用，是因洗云宫过于敞阔。若想整个宫殿都暖和起来，那势必要更多的炭火才行。而才人位分是七品，炭火分力本就少，所以便造成了不够用的局面。”萧玉一把将手里的茶盏砸向刘全德，那歪斜的帽子彻底滚落在地，还敢狡辩？刘全德瞬间闭了嘴，将头埋在地上，不敢再出声。萧玉细长的丹凤眼瞟向正在听墙角的我，漆黑眼眸深不见底，语声即刻恢复寻常。既然朕的爱妃品阶跟不上这洗云宫，那便升为嫔位，赐封好甚。圣旨话落，他便背着手大步跨出了洗云宫。小月见皇帝一行离开，兴奋地凑到我面前：“恭喜才人，你现在连升2级，直越过6品贵人，是5品的圣嫔娘娘了。”后宫里不成文的规矩，嫔妃得宠1年半载，或许才有资格进位1级，若是有孕，才有可能破例进位2级。像我这样不曾侍寝便连升2级，已是打破了惯例。可我正愣着走回内室，在凤榻上裹着厚厚的棉被，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小月，我完蛋了。”小月只觉这是天大的好事，见我毫无喜悦之色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，娘娘？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”我勾着眸子，满心不安。我一时也没想明白，是觉得皇上的性子捉摸不定，很是难猜。我一个小小7品才人，连首次侍寝都没有完成，就被皇上连升了2级进位。我脑子再是单纯，也知道这是反常。我心里门清，萧玉根本不喜欢我，今日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怎会因一小小炭火之事就撤了内务府总管的职位？不过2、3日，整个后宫就炸开了，我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。宫墙下的小宫女们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洗云宫将才人昨夜连侍寝都未成功，便让皇上连升了2级呢。如今是圣嫔娘娘了，一宫主位，手段厉害的嘞。哪里，这不止呢，这圣嫔娘娘不知给皇上说了些什么，一夜之间内务府的大总管都被换了人，那可是淑妃娘娘从前带出来的人。这圣嫔娘娘恃宠而骄啊，才入宫便得罪了淑妃娘娘，后面有好戏看了。”这些话刚好被路过的宁贵妃听了个正着，她冷声说：“放本宫下来。”宁鸳鸯从凤辇上走下来，凌云髻上缀满金玉吊珠流绡，不摇晃的人眼晕。她一张娇艳张扬的脸满是怒意，伸手给了那几个宫女一人一耳光，冷声道：“在后宫里能用到恃宠而骄这个词的，只能是我中云宫宁鸳鸯。再让本宫听见你们这些贱人在背后议论嚼舌根，定将尔等扔进慎刑司。”宁鸳鸯重新坐回凤辇，咬着牙吩咐：“咱们去凤仪宫，本宫倒要看看这洗云宫的是个什么货色。”迁宫的事还没提上日程，我先过上了银炭大户的日子。小月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桃胶牛乳羹，我大大方方从床榻上探出手，准备就坐在榻上喝。小月笑着劝：“娘娘还是到桌前来用膳吧，如今这殿内多暖和呀，上好的银炭随便使，娘娘也再不用整日窝在榻上了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是啊，我如今再也不用抠抠搜搜省炭火了，店里暖烘烘的，丝毫觉不出是隆冬时节。我掀开被子从床榻上下来，浑身都舒坦。小月看着我咕噜咕噜喝着桃胶羹，又道：“娘娘，您看，素日里您都蜷缩被窝，挨冻的难受，更甚这大冬日的，天不见亮还要受着冷，早起梳妆去皇后娘娘处请安。如今有了这炭火，您多舒适自在啊！足见皇上心底多多少少还是对娘娘您有所眷顾的。”我喝着喝着便停了下来。萧玉那日教训了刘全德后，送来的炭火比嫔位分力还多了2倍不止。我脑子里掠过他威势冷傲的样子，想了想道：虽然皇上平日里凶巴巴的，但是炭火这事我还是记他的好。按照惯例，新晋嫔妃册封后的次日都要集体面见皇后听训，只是皇后之前病了，这事便搁置了。今日是头一遭，我这个赖床小猪可不能迟到。我忽然想起一事，抬眸问小月：上次让你打听的事，现在有消息了吗？小月连忙禀报道：奴婢正要给娘娘禀报呢。一直负责洗云宫洒扫的旧人说，这座宫殿是从前皇上生母的居所，皇上生母是先帝的明华皇贵妃，并非如今的赵太后。明华皇贵妃薨了以后，这座宫殿便一直空着了。我端坐在铜镜前，愣了愣。皇贵妃？本朝并未有皇贵妃这一嫔妃阶位啊。原本有，明华皇贵妃去世以后，这个同父后的嫔妃阶品便取消了。
之后，这后宫便又是以皇后身份为独尊了。我圆溜溜的乌眸转了一下，心里咯噔一声，难道是有人想要捧杀我？在皇上还不曾升我位分之前，我不过是个小才人罢了，面无帝王恩宠，到底是惹着谁了？喜云宫不仅是先帝宠妃的旧居，更是萧玉生母住过的地方，紧挨着天元宫，是多少高位嫔妃盼都盼不来的地方。我一个无权无势，还和皇上有隔阂的小才人，凭什么住进来？小月还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娘娘真是命好。”我胸口却闷得慌，我再是脑子不灵光，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。小月替我挽了个垂云髻，用珍珠璎珞点缀，又插了一支水晶钗。我选了件海棠红色的宫装，略施粉黛，便扶着小月往外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走！我要去跟皇后娘娘说换宫殿，占小便宜吃大亏，这地方我可不敢住。与此同时，天元宫内，清河公公端着琉璃瓷盘，在一旁小心伺候着萧玉更衣，脑子里全是前几日皇帝为我出其力威的场景，笑着开口：“皇上，喜云宫慎嫔娘娘出的炭火都按照您的吩咐送过去了，足足3倍的量，想必娘娘是不会冻着了。”萧玉脑子里本来还在想着御史台奏报的圈地之事，被清河公公这么一提醒，我那双湿漉漉又带着点贼兮兮的眸子，瞬间在他眼前一晃而过。他眸色深了深，淡淡应了一声。清河公公一边给萧玉系着腰带，一边又道：“炭火送达喜云宫时，还是慎嫔娘娘亲自出来接的，开心的不行了，眉眼里都是笑意，一直在夸皇上好。”萧玉身子顿了顿，看着立身镜中的清河公公，他还说朕什么了？慎嫔娘娘还说，皇上不仅治国有方，英明神武，这做人夫君也是1等1的好。娘娘说自己是个有福之人。萧玉高挺的鼻梁冷哼了一下，牙尖嘴利的女子多半全是虚言，只为奉承。可话虽如此，脸上却半分怒意都没有。清河公公看得清清楚楚。萧玉陈氏用完早膳，从天元宫往前朝驶去时，靠在御辇上，刚好看见了裹着厚厚斗篷、埋着头冒雪往前走的我。2宫离得近，碰见本就是常事，可萧玉却只当我是掐准时间，故意制造偶遇。清河公公问皇上，奴才需要去将慎嫔娘娘叫过来。萧玉抬手，不必了，心里却想着这女人心机多得很，她才不会娇惯她这些小心思，自然是视而不见。而我裹着披风越走越快。小月，咱们走快些，今日不知道有多少漂亮姐姐聚在一块呢。萧玉这后宫定是收集了不少天下美人，我也得饱饱眼福。抵达凤仪宫，我悄悄地站在一边，只想当个混子，顺便看看以后拜哪位姐姐的码头。众人到齐，我抬眼扫了一圈，眼睛直放光，不由得在心里大叹一句：萧玉，你吃的可真好啊！这些个姐姐云鬓花颜，盛装出席，风姿各异，太好看了。我有一种现场追星的感觉，一下子还看不过来。至于场子里说了什么，我都没仔细听。身边挨着一位文婉仪，我笑眯眯地凑过去：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，这口唇之颜色叫什么啊？太衬你了。文婉仪是宫里的老人，位居从4品，素日里听不见几句夸赞，今日被我这么直白的一夸，心里顿时开心起来，叫天公巧。你若喜欢，我找人送你一些。你是哪个宫里的？我笑着道：嫔妾是喜云宫的，姐姐常来烤火啊，如今炭火充足，我大方得很。文婉仪略有些惊讶，原来这就是后宫这几日热议的慎嫔，今日一见，容貌果然拔尖，怪不得能惹得皇上如此破例。她正想再说些什么，忽然碰了碰我的手臂，低声提醒：贵妃来了，打起精神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宁贵妃来得比较靠后，被宫女扶着缓步走进来，云鬓上的东珠金步摇微微晃动，一双凌厉的凤眼带着一股谁也瞧不上的跋扈，背靠丞相之威，自然在宫里横行无忌。文婉仪悄悄跟我说，宁贵妃是除皇后以外，在这后宫里地位最尊崇的嫔妃，也是皇上最宠爱的嫔妃，你以后见了可得仔细着。我连忙点头应下。座上的凤椅还空空无人，宫女传话说皇后昨夜里陪皇上陪得晚了些，故而起晚了。宁鸳鸯当即失了耐心，冷笑道：这不是告诉河宫上下，昨日皇上让皇后娘娘给累着了吗？姐姐平日里也不怎么侍寝，这一侍寝倒是有些受不住了。旁边的赵淑妃赵淑英端着一盏热茶递给宁鸳鸯，温声道：贵妃娘娘是个急性子的，来喝喝茶吧。皇上与皇后娘娘伉俪情深，这是好事。您瞧瞧，后宫里新进了好几位妹妹，皇上都念着救人呢。宁鸳鸯猩红的单唇抿了抿，这茶不见得有本宫中云宫里的好。赵淑英依旧温温柔柔地笑着，好茶坏茶，皇上爱喝的才是好茶。不过这茶终归是要新鲜的才好喝。我没管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，转头就跟左边的妃子们搭讪起来，嘴巴甜得要命。这位姐姐的皮肤是如何保养的？怎么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，光滑白嫩？这位姐姐的云鬓样式倒是少见啊，太好看了，我也想学。待会我让宫女来做笔记。这位姐姐懂制香吧，太有才华了，这味道闻了简直如沐春风，香而不腻，极为高雅呢。这些嫔妃寻常里见多了拉踩讽刺的戏码，从没见过我这样的，本来都以为我连升2级定是个跋扈难惹的主，没想到是个娇软萌萌嘴巴又甜的小姑娘，瞬间对我好感拉满。还有几位妃子主动送了我钗环镯子，我笑得眉眼弯弯，多谢姐姐们的礼物。姐姐们没事就来喜云宫烤火，一双乌眸含着单纯的笑意，着实令人讨厌不起来。文婉仪一直听着宁鸳鸯与赵淑英的对话，感觉这火就要烧到我身上了。我还在那边跟妃子们说说笑笑，她连忙好心提醒了一句：慎嫔妹妹，你且仔细着些。我立马回了神，刚好听见赵淑妃与宁贵妃的对话。赵淑妃一口一个新鲜的茶，明里暗里都在说我这个新人，一下子就把宁鸳鸯的火给勾了起来。宁鸳鸯神态似笑非笑，微微挑眉道：前几日便听人说，宫里新进的嫔妃里有一位姿容格外打眼的。皇上初见这位妹妹，便破例升了2级的位分，这可在皇上登基以来都不曾有。瞧瞧，果真是不凡姿色，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令君王这般怜爱。赵淑英也跟着帮腔，慎嫔妹妹这战战兢兢，宛如惊弓小鸟之状，看了可不得惹皇上疼爱吗？英雄啊，都难过美人关。
我瞬间明白，这俩人一唱一和，就是想把我推到众矢之的的位置上。文婉仪笑着接了句话，帮我解围。瞧各位姐姐说的，贵妃娘娘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娘娘才入宫便高居妃位，皇上不过见了娘娘3次，就进了娘娘贵妃之位，自此宠冠6宫。云娆妹妹不过才入宫的新人，她这跟贵妃娘娘比就差了许多去。我感动地看了文婉仪一眼，连忙顺着话头微微行了一礼，笑得一脸单纯。贵妃娘娘的夸赞之词，倒真是令嫔妾很是开心呢。妹妹，我初入宫廷，眼界浅，旁人只要一夸赞，妹妹准会当真。现在心底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呢。旁边有部分嫔妃小声嬉笑，说我脑子蠢，听不出这话是反话。可我自己懂得起，现在不是讲理讲聪明的时候，现在是给心底不舒服的宁贵妃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。她顺气了，我才能好过。宁鸳鸯朝着我灭了一眼，冷声道：“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的那点小心思，喜云宫，你可得住好了，别一不小心就又不属于你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皇后的大宫女婵娟端着双臂从内殿走了出来，满脸抑制不住的喜悦，高声道：“各位娘娘们，大喜啊！皇后娘娘有孕了，皇上就要有嫡子了呢！”一瞬间，整个凤仪宫都静了。宁鸳鸯的脸当即就垮了下来。赵淑英的脸也有些阴晴不定，只有我偷偷打了个哈欠，只想回去躺着睡回笼觉。萧玉登基2年来，莫说庶皇子，就连个公主都没有，皇后这一胎还是嫡子，意义可想而知。寂静过后，还是赵淑英率先反应过来，笑着道贺，其余众位嫔妃才纷纷跟着行礼，恭喜皇后。魏婉莹被人小心翼翼地扶了出来，她云鬓高束，头戴无尾朝凤红宝石金簪，身着正红色凤袍，不疾不徐地坐到了鎏金凤椅上。她容色些算不上娇艳极美，却自带正式的雍容自持与稳重。我心里盘算着，正好趁着皇后娘娘大喜之际，跟她说说换宫殿的事。反正现在炭火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只想找个僻静地方过我的摆烂小日子。嫔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众妃齐齐行礼。魏婉莹和笑着，妹妹们不必拘礼，就当凤仪宫是自己家，且都随便点。如今本宫这儿有了身子，以后也请妹妹们担待些。最近本宫是嗜睡了些。赵淑英连忙上前问：“姐姐，这身子几个月了？”是昨日才发现的。魏婉莹靠在凤座上笑着，昨日后便满3月了。我心里暗叹，怪不得新晋嫔妃这样大的事，皇后都未出面，原来是稳胎去了，连皇后都要隐瞒有孕之事，这后宫果然不好混。宁鸳鸯脸色难看至极，扶了扶身，皇后娘娘，嫔妾头风又发作了，难受极了。魏婉莹点了点头，妹妹不舒服就先回去吧。宁鸳鸯一走，其余嫔妃也纷纷寻了由头，慢慢离开了。魏婉莹没说几句话，就把人全都打发走了。众人都走了，我却没挪动步子。我捏了捏锦帕，行了一礼，跪在地上：“皇后娘娘，嫔妾有一事相求。”我给小月使了个眼色，小月连忙将提前准备好的礼品奉了上来。我将锦盒打开，里面是一尊约摸宫灯大小的千年红珊瑚，颜色鲜红纯正。魏婉莹都愣了一下，显然也知道这东西的贵重。我笑着道：“皇后娘娘，这是江家前些年从千里之外的琉球国得的千年红珊瑚。珊瑚自古以来便有富贵祥瑞之称，且这颜色正如皇后娘娘云鬓上的那朵象征着正式的宫红牡丹一般，鲜红瑰丽。这是嫔妾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娘娘笑纳。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好货，拿出来的时候我心疼的肝儿都颤了。”魏婉莹走过来，将我轻轻扶起，笑着道：“妹妹，这就生分了，这怎好的？这红珊瑚也太过贵重了，本宫这当姐姐的都没送你什么，何况你还是才入宫的新人。”我抬眸，乌溜溜的眸子带着笑意，语声娇软：“皇后娘娘，嫔妾是来拜码头的。”魏婉莹面容上有些错愕：“啊，嫔妾送娘娘厚礼，就是想皇后娘娘记住嫔妾，小小心意，旁的其实也没什么意思。嫔妾生性懒惰，脑子也不算很灵光，最怕说错话办错事，唯愿皇后娘娘能照拂一二。”魏婉莹拍了拍我的小手，笑着道：“照拂新人都是本宫该做的，只要你们能伺候好皇上，替本宫分忧，那便是最好的了。”她给婵娟使了个眼色，婵娟入了内室，很快便拿了一整套10个花样的金镶玉头面出来，笑着道：“慎嫔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赐给您的，您所求何事，可细细说来。”我垂手，认认真真的说：“嫔妾想让娘娘给换一间普通些的宫殿，若能僻静些，便是最好的。”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我的目的就达成了。魏婉莹让我搬去瑶华殿，虽偏僻了些，但里面有一方天然硫磺泉，在整个宫里都是少见的。天然硫磺泉啊，何等的美容养颜！我心里快乐死了。这寒冬漫长，我一边可以远离萧玉的视线，不用被夹在火上烤，又得了一方温泉，简直血赚。我高高兴兴地走出凤仪宫，一时忘形，走起路来都有些蹦蹦跳跳的。站住！一道冷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我瞬间僵住了脚步，心里哀嚎：怎么哪儿都有他？明明我都很回避着他了。我回身，规规矩矩行礼：“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”萧玉这才从玉辇上缓步走了下来，皱着眉道：“谁教你的规矩？见着朕就背着走？”我都懵了。没有啊，皇上，回洗云宫的路的确是这么走的，臣妾又不知道您刚好出现在臣妾后方，走路也没规矩。我揪着袖帕，将头低着：“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告退。”心里疯狂埋怨，萧玉真的好讨厌，就喜欢教训人。我不想应付金主，只想回去泡温泉。他却突然开口：“炭火可够用了？”就在这时，魏皇后宫里的婵娟从凤仪宫门前走了出来，毕恭毕敬地笑着道：“奴婢参见皇上。皇后娘娘已经在内殿候着皇上您了。”我趁机像只小兔子一样麻溜地溜走了，头都没回。萧玉看着我跑远的背影，对清河公公说：“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欲擒故纵。”清河公公连忙笑着附和：“慎嫔娘娘年纪小，还不是想皇上多疼爱她些，这些个小手段倒是也挺招人爱的。江家的人不可能。”萧玉丹凤眼里泛出一抹阴沉，抬脚走进了凤仪宫。凤仪宫内，魏婉莹正喝着安胎药，婵娟在一旁不解地问：“
娘娘为何就这般答应了圣嫔娘娘谦恭啊？不怕她有什么心思吗？魏婉莹饮完汤药，用袖帕擦了擦嘴，平声道：“她是被吓着了。”萧玉大步走进来，听见这话，开口问道：“谁被吓着了？”魏婉莹连忙起身行礼，被萧玉轻轻按下：“你有身孕，免礼。”是皇上。魏婉莹脸上带着几分娇羞。萧玉小酌了一口刚泡好的茶，又问：“皇后方才说被吓着了，谁被吓着了？”她心里清楚，今日最后一个从皇后宫里出来的就是我。魏婉莹笑着道：“是洗云宫的圣嫔。她今日来告诉臣妾，说想迁宫，说自己喜爱僻静，故此臣妾就同意了，让她搬去瑶华殿。那座宫殿不算旧，但比起洗云宫要小上一半，且足够僻静。皇上也知道，洗云宫过于敞阔，她小小年纪住在里面，觉得害怕。”萧玉将手里的青花瓷茶盏往茶桌上一放，半声说了一个字：“魏婉莹察觉到他脸上的不快，立马问：“皇上这是怎么的了？”若是皇上喜欢圣嫔，那不妨让圣嫔换去兰华宫，这样皇上倒是要方便上许多。萧玉那棱角分明的俊脸已经恢复了帝王神色，看不出来任何喜怒。不必，他喜欢安静，就让他安静待着吧。没说几句话，萧玉便离开了。婵娟见帝王一行走远，才回来问道：“娘娘，方才圣嫔来的时候，可没说是觉得洗云宫大而害怕的？喜爱安静自处的人，又岂会害怕寝殿过于宽大？这不符合常理。”魏婉莹从鎏金凤椅上缓缓起身，走进花园里，慢慢散步，缓缓分析道：“圣嫔的确是在害怕。前几日皇上惩处了刘全德，估计圣嫔是想躲得远远的吧？你也知道，刘全德是赵淑妃的人，是赵淑妃的人，那就是赵太后的人。太后并非皇上亲生母亲，母族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皇上这是借由刘全德一事敲打赵家呢。再有，本宫执掌后宫，这内务府刘全德却不是自己人，终究是个麻烦，自然本宫是要向皇上说到一二的。”婵娟醒悟过来，所以娘娘根本就不担心圣嫔会是下一个宁贵妃，因为皇上根本就不喜欢她，只是借由洗云宫炭火一事吓了刘全德。是这样吗？魏婉莹唇角微微上扬，不，皇上只是不喜江家，但没说不喜这姿色过人的江一瑶。这男人嘛，都是一样的。况且这洗云宫可不是本宫安排的，更不是赵淑妃安排给江一瑶的，是皇上自己定的。婵娟有些惊讶，原来洗云宫是皇上赐给圣嫔的，那圣嫔娘娘今日就迁宫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惹得皇上不开心。这倒不重要。魏婉莹长眉挑了挑，重要的是皇上年轻气盛，对长相貌美的女子想必不会真的厌恶太久。江一瑶足够貌美，但爱着江家人，自己又要树立在朝中的态度。所以本宫谋算一番，江一瑶以后在后宫有宠无事，或许嫔位就已经是她这辈子最高的位置了。婵娟忽地明白过来，有些激动的道：“奴婢明白了，正好圣嫔娘娘也有投靠之意。皇后娘娘如今有孕在身，与其找一个不好控制的家族势力又大的嫔妃去成了帝王语录，不如找一个脑子普通却长相貌美的去，又能圈着皇上，又不会得势坐上高位。嫔妃未来再是得宠，也不会对皇后娘娘造成什么威胁。”魏婉莹顿住步子回身，看着婵娟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很好，不愧是本宫亲自调教出来的左膀右臂。本宫有孕的这段时间，就让圣嫔替本宫去侍寝，去太医院告诉咱们的人，让他去给皇上请平安脉时，多给皇上说说泡温泉的好处。我迁宫到瑶华殿的第二日，累得不行，从午后一直昏昏睡到傍晚。刚醒，小月就兴高采烈地走入内殿：“娘娘，快些起来梳洗，皇上今晚选了娘娘您侍寝呢，估计还有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。”我听见这句话，在榻上猛地睁开眼，人都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？我都躲到这离天元宫最远的瑶华殿来了，怎么萧玉又找上我了？我思索半天，笃定是因为我母族在朝廷上给了萧玉不快，所以他这会儿是来瑶华殿拿我这个本本分分的小兔子出气了。话音刚落，瑶华殿的长侍姑姑芝兰一袭深青色宫女服走过来，躬身道：“娘娘，皇上方才又派人来说让您直接去温泉池那边候着他。”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拿出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职业道德出来。好，我梳洗完后就去。瑶华殿的后方就是那一方天然硫磺泉，泉水呈乳白色，犹如牛乳温泉一般，到了寒冬时节便一直冒着热气。我这2日迁宫太累，都还没来得及自己去泡上一泡，没想到先被萧玉捷足先登了，还要我去应付他。芝兰特意给我准备了一身半透纱的长袍，我看着这袍子连连摇头，这夸张了些。芝兰老成的笑着劝：“娘娘别害羞，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存戏码，皇上他铁定会喜欢的。娘娘要趁着自己年轻，多多承恩，若运气好能怀有龙嗣，将来在后宫里的路才会好走。”外面萧玉又派人来催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披着这件裹身的长袍，硬着头皮往温泉池去。宫殿后方的硫磺泉被翠林雪影罩在中央，冰天雪地里，唯有这一方乳白色热泉冒着腾腾热气。池子边上靠着一个墨发男子，背对我站着，那背影像是从丹青画卷里映扑而下的，肩宽腰窄，线条流畅利落。我端着盛着小食的托盘慢慢走过去，直接看出了神，居然忘记了行礼。方才芝兰教我的那些好听话也全忘了。我心里疯狂感叹，这萧玉要是女人的话，那这后宫也没宁贵妃什么事，一定是她萧贵妃的天下。过来，萧玉闭着眼，声音低沉，带着温泉水汽的润湿。我攥着裙摆，缓缓没入水中，温热的泉水漫上来，我却依旧浑身紧绷，拘谨地垂着眸，不敢抬眼。萧玉睁开眼，眸色在我身上流转，目光顿时灼热起来。见我走近，他从水下伸出手掌，猛地揽过我柔软绒绵的细腰，将我紧紧拽到自己怀里。圣嫔，嬷嬷都教你什么了？萧玉看着贴在自己胸膛前的我，低声问道。我的小鼻梁抵着萧玉的胸口，只觉自己心在突突的跳，低声喃喃：“什么都教了，又觉得什么都没教。无妨，规矩也好，后宫安身立命的道理也罢，朕慢慢教你就是。”
帝王的声音低沉磁性，混着温泉的暖雾落在耳畔，带着几分难得的温和，再配上他那张俊的人神共愤的脸，我的心跳更烈，脸颊像被热浪裹住，瞬间烧得通红。我本就畏寒，骤然从隆冬寒风里踏入滚烫温泉，加上心绪起伏过大，气血翻涌间，只觉眼前阵阵发花，耳边的声响已渐渐模糊，池面被夜风拂起细碎的涟漪，暖雾氤氲了周遭的光景。我虚着眸子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却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晕过去前，只听见萧玉骤然收紧的呼唤声，便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再次醒来，已是在瑶华殿的寝殿中。我捏了捏被子，就看见萧玉正坐在床沿上看着我。我不好意思地往被子里缩了缩。萧玉道：“池水太热，咱们在水中待的时间过久，你便受不住，晕过去了。”我心想，才不是呢，从前我又不是没有泡过温泉，这可不是温泉的锅。不过我还是笑着应付金主，是臣妾身子偏弱，对皇上有所怠慢。萧玉递给我一个小药膏罐子，上药。我愣了愣，臣妾没受伤啊。萧玉抿唇，微瞪我一眼，给朕上药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去给萧玉宽衣。明亮的宫灯下，萧玉的背上被我的爪子抓伤了不少，满是红痕。我心下沉，教习嬷嬷说过，弄伤皇帝是大罪。我舔了舔自己的唇，一脸抱歉地说着：“臣妾不是故意的。”臣妾一会儿就去将自己的指甲给剪了。皇上您大人有大量，应该不会跟臣妾计较吧？面容上流露出一丝不舍，这指甲是我小心翼翼了许久才削成这样的，一下子剪了还是有些可惜的。萧玉漫不经心地牵过我的玉手，瞧了瞧那鲜红的扣单上还有一些精致的纹样，附在洁白如玉的小手上，妩媚动人。他淡淡道：“罢了，留着吧。”我瞬间开心坏了，亲了他一口，笑着道：“皇上待臣妾真好。”我乖顺地给萧玉上完了药，还对着他的伤口吹了吹气，温热的气息在萧玉宽阔的背上传来，酥酥痒痒的。我对金主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，注重售后细节，毕竟萧玉是我头顶的天，愿他老人家多多赏赐钱财，为我的摸鱼小日子添砖加瓦。萧玉脸上复杂神色稍纵即逝，后宫的嫔妃个个都将他视作天，视作君王，敬他怕他，从没有妃子敢这样逾矩待他，也就我没这个眼力见，人小装了个熊胆，次次越界。江一瑶，这些招数都是谁教你的？教什么？皇上这么好，臣妾亲皇上一口不是很正常吗？算是给皇上的奖励。萧玉斜睨我一眼，下不为例。我心里清楚，他称帝以后从不留宿嫔妃宫殿，也从不让嫔妃近身触碰，这已经是破天荒的魄力了。我将头靠在萧玉身上，柔软的手臂环过帝王坚实的斩腰，用一双莹润动人的眸子期许满满的凝望着他。皇上，明日还来臣妾这里泡温泉吗？自己作为后宫第一摸鱼打工人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的，至少乖顺与爱恋是要演到位的。萧玉却瞬间冷了脸，将我的手给拿开。帝王深邃丹凤眼里，方才的炙热已经冷却，居然妄想专宠，也太过放肆。话落，萧玉便起身离开了瑶华殿，冷漠至极。我在后边吐了吐舌头，狗男人将自己利用完，拴上腰带便走了。我倒头窝在柔软的被子里，脑海中回荡起方才在温泉池子里的画面，连忙捂住自己的脸，翻滚了好几下。萧玉在回天元宫的御辇上，一手支着脑袋，双眸微微合上，正在闭目养神。他想起方才我那副满是期盼的模样，心里冷哼，江家送女入宫定是千挑万选，手段的确是比寻常妃子多。这才第一次侍寝，便开始想着专宠了。当冷他几日，可谁也没想到，第二日萧玉又去了瑶华殿。从皇后那处请安归来，我窝在榻上睡了整整一日，浑身累得跟散了架似的。都怪萧玉那个狗男人，索性瞧着他昨日的样子，但是不会再来了。我是新晋嫔妃里最后一个侍寝的，这种例行公事，想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第二回。甚好，芝兰姑姑是瑶华殿的掌事姑姑，心思全在我身上，只是总觉得我这个主子懒懒散散，没个正形。这天见着我留的长指甲，她当即大惊失色。哎呀，娘娘，都怪奴婢没有提醒，娘娘您这指甲也太长了些，快些修剪去吧，弄伤了皇上可不好。从前宫里有个妃子也是爱留长指甲，结果侍寝时弄伤了皇上，半夜就被下旨打入冷宫了。我脸瞬间僵了，皇上这般凶狠啊！石兰姑姑，快去拿剪子来，我这就剪了。去了冷宫，我可不得冷死。是啊，咱们这位皇上本就不好伺候，喜怒向来捉摸不透。娘娘切记，凡事顺着皇上，别去忤逆他。我提心吊胆的点头，以后我就待在瑶华殿，哪也不去，只要吃喝没问题就行。约莫傍晚时分，小月蹦蹦跳跳的跑进来，娘娘，皇上说今晚来瑶华殿呢。我细眉瞬间拧成了疙瘩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小月瞪着杏眼，满脸不解。皇上来，娘娘不高兴啊，这可是三宫六院求都求不来的事。我只一个劲儿的叹气。可我没想到，第3日是他，第4日是他，第5日居然还是他，这是天启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事。就算是宠冠三宫的宁贵妃，也不曾有如此荣宠。后宫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对我这个躲在偏僻瑶华殿的慎嫔议论纷纷。就算我躲得再远，还是被卷进了后宫的漩涡里。唯一的好处就是流水一样的赏赐从内务府涌进了瑶华殿。我将司侦局新送来的钗环一把扔在铜镜盘上，细细想着这几日的事。萧玉骨子里是冷漠的，他从来不笑，也从不会在瑶华殿多待，向来是完事就走，连半句家常都不会跟我闲扯。换作是从前的男朋友，我早就拉黑删除了。不过我也不在意，这本就是帝王的性子，后宫的嫔妃于他而言不过是消遣的玩意儿。家世好些的，就是牵制前朝的工具罢了。我绝不会把心放在这个身为帝王的男人身上，他危险阴沉，喜怒不定，根本不是好应付的主。顶多撑过皇后有孕，需要我锁住宠爱的这段时光，往后我就能清静了。我特意跑了一趟凤仪宫，想让皇后劝劝萧玉雨露均沾，哪知魏皇后直接告诉我，就是要我在她怀孕这段时日替她伺候萧玉，还要想办法圈住萧玉，不能让宠爱旁落。我回头就跟小月埋怨，怎么还有业绩指标了？接着我让小月去天元宫回话，说慎嫔回水至，这几日多有不便。谁让萧玉最近一直来找我，没一个消停，我必须得休息几日。天元宫内，萧玉端坐在御案之上，手上的朱砂笔连停顿都没有，只半声回了一个字，
清河公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皇上，淑妃娘娘说得了几幅名家字画，你要去瞧瞧吗？”萧玉摇头，不去。清河公公敛了神色，心里门清，天启帝继位以来，本就是出了名的勤勉，1月里入后宫的次数也不过7、8次，其中2次还是祖宗规矩，必须去皇后的凤仪宫。如今皇后有孕，这1个月皇上几乎全耗在了瑶华殿。夕阳没入宫闱，清河公公刚掌了灯，就见萧玉猛地将手里的折子一扬，洋洋洒洒一叠奏折全摔在了地上。江家。又是江家，清河公公与殿内众人连忙跪地。皇上息怒。就在这时，宁鸳鸯冒着风雪站在天元宫外求见，声音凄凄切切：“皇上，臣妾多日都不曾见到皇上了，难道您就真的忍心将臣妾弃在寒风中吗？想来皇上也是忘记臣妾了。”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殿门被推开，宁鸳鸯的眼泪瞬间收住，脸上露出了得逞的娇色。她提着嫣红色的宫装裙摆走上龙台，细长的手指搭在萧玉的肩头晃。皇上这是怎的了？臣妾怎瞧着皇上在生气呀？萧玉伸手指了指玉案上的折子，糟心事，爱妃问了也是平添烦恼。宁鸳鸯拿起折子读了读，涂着水红色胭脂的凤眸瞬间扬了起来。原来是江一瑶的母族江家联合御史台反对皇上的新政，拉帮结派对抗皇上。江家居然敢这般忤逆皇上，您生气是自然的，可皇上别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萧玉身子往后靠了靠，一手按着太阳穴，朝野之事朕习惯了，爱妃不必跟着忧心，快回去吧，天元宫不是嫔妃该来的地方。宁鸳鸯扯着衣袖娇声道。臣妾着实是忍不住想见皇上，奈何皇上又要赶人走。倘若臣妾有法子解决皇上的困扰，皇上能否陪臣妾吃个夜宵再走？萧玉看了他一眼，说来，宁鸳鸯今日是盛装打扮来的，目的就是宿在天元宫，气死皇后魏婉莹。要知道，能宿在天元宫是皇后的特权，就连魏婉莹也只在大婚时留宿过一次。江家在皇上还是皇子时，便不曾为皇上效力，如今总拿着先帝的那一套来压制皇上，在前朝半点不给皇上面子。但他们居心叵测，还是送了贵女入宫，说明江家有意维系与皇家的关系。皇上何不试试敲山震虎，小小敲打一番？别看宁鸳鸯素日里在后宫张扬跋扈，在萧玉面前总自诩军事谋臣，想替他分忧，以此换得帝王另眼相看。更何况他这话里藏了心思，连江一瑶的名字都没提，端的是滴水不漏。萧玉挑眉，漆黑的眉眼深不见底。传膳，多做一份雪宴，是爱妃爱吃的。清河公公走出去时，心底连连哀叹：瑶华殿这是要遭难了吗？夜宵用完，宁鸳鸯倦怠地靠在萧玉身上。皇上不累吗？可曾要歇息了？臣妾伺候皇上就寝吧。萧玉淡声道：朕还有折子要批。爱妃先回中云宫吧。宁鸳鸯蹙起眉，她又是打扮又是献计，结果还是要被赶回去，心有不甘地看着他。臣妾以为皇上变了。萧玉侧眸看了他一眼，清冷的侧颜稍有缓和。爱妃这又是说的哪里话？朕想爱妃了，自然会到中云宫来瞧你。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他这是铁了心要赶人。宁鸳鸯只能垂眸应下，临走时也不得不叹气。天元宫就像高不可攀的九重天，萧玉是住在上面的神子，他再怎么靠近也触不到他分毫。次日，天启帝萧玉便以私自挪宫之由降了我的位分，一夜之间我又被打回原形，成了个小小七品才人。后宫里人人都摸不透皇帝的心思，前几日还连照5日，眼看就要冉冉升起的慎嫔这颗星星还没亮起来，就直接陨落了。大冬天的，我可全靠银炭续命啊。清河公公点了点头，回娘娘的话，是的，皇上降了娘娘的位分，但不曾褫夺娘娘封号，言下之意希望娘娘能意会，谨慎小心的意思。萧玉这是在警告我，让我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也是在敲打前朝的江家，让他们行事谨慎。清河公公临走时，我起身温婉笑着，半点甩脸子的意思都没有。隆冬雪后地滑，瑶华殿离天元宫也有段距离，公公路上慢些走，免得摔了。说完，还让小太监跟着送人出去，礼数做得十足。清河公公在后宫待了这么多年，见惯了得宠失宠的人，凭他多年的察言观色，只觉得眼前这位慎才人将来定会是后宫里的一颗星辰。只是他没想到，这颗星星在他眼里已经陨落了。宣旨的人走后，小月先哭了，哭得比我这个被降位的人还伤心。我拿出绣帕给他擦眼泪。这有什么好哭的？后宫前朝本就是一体的，江家在前朝得罪皇上了，皇上不开心，在后宫拿我出气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我又不是没做过才人，这有什么？小月抽抽搭搭的哭，好不容易盼着娘娘你越过越好，现在又被打回原形了，奴婢心里憋屈。我起身在宫殿里来回走了2步，歪着头问：银炭到底够不够用啊？够用的话，我就懒得想法子了；不够用的话，小月连忙伸出自己长满冻疮的手，在我面前晃了晃，红着眼眶道：不够用啊，娘娘，真不够。我表面上懒得争，是因为我知道帝王之爱是最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可我也明白，如果连自己最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，连身边的人都因为我的不作为吃苦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更何况我本就是个心软的人。芝兰姑姑为人沉稳，见多识广，也在一旁忧心道：奴婢知道娘娘素日里不爱争什么，但娘娘身为江家女，入宫本就有庇护家族的责任。事发1日了，娘娘的母族也没派人入宫传消息，让娘娘在朝堂上替江大人想办法。足见娘娘的母族是不舍得让您涉险的。我看了看窗外越下越密的风雪，风吹进来刺骨得很，若有所思的道：我知道了。顿了顿，我又道：芝兰姑姑，你且去派人打听清楚，皇上到底是因何事对江家不满的。芝兰姑姑点了点头，凭着她在后宫的人脉，再加上我给的银子，这消息很快就能打听出来。我上午刚被降为才人，下午就有客人上门了。赵淑英拖着湖蓝色的青鸾刺绣宫装走进了我的瑶华殿。这位淑妃娘娘背靠在行宫休养的赵太后，生生从皇后手里夺了一半执掌后宫的权力，是后宫里实打实的一号人物。我连忙走过去行礼，嫔妾参见淑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赵淑英走进殿内，端坐在主位上，
淡淡瞥了我一眼。后宫的花年年盛开，年年有，只是有些花只有一时绚烂罢了。我一直跪着，头低着，沉重的云鬓压得脖子生疼。娘娘说的极是。不过臣妾就是一盆仙人掌，喜欢被安置在无人看管的地方，给点阳光雨露就会开心许久。赵淑英淡蓝色的胭脂压着眉眼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。可仙人掌扎人呐！刘玄德现在都还在冷宫扫院子呢。我一万个无语，那件事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明明就是萧玉故意为之。就算我不知道其中缘由，也该去找萧玉算账，怎么就赖到我头上了？我蓦地抬手，将背挺直了。皇上要用谁，要气谁，万般不是嫔妾能左右的。我努力甩锅，把话题往萧玉身上引。反正他是皇上，赵淑英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拿他怎么样。赵淑英面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甚才人，好不得了啊！这都将皇上搬出来压着本宫了，嫔妾不敢。嫔妾当日绝没有向皇上告状。洗云宫的银炭份例，刘公公并没有克扣，不够用是因为宫殿过于敞阔，银炭少了，屋子暖和不起来。刘公公并没有错，嫔妾知道这个道理，又岂会去向皇上告状呢？我抬着头，逻辑清晰，一字一句解释得明明白白。赵淑英心底打起鼓来，难道真是皇上对江家忌惮了？可他嘴上依旧不饶人。本宫走这么远，其实来听你解释的。我眉心微蹙。娘娘执掌后宫一半权势，嫔妾相信娘娘是个公正严明之人。赵淑英突然笑了，那是慎才人之前妄想皇上专宠，令皇上连召5日，却无劝解之心。本宫执掌一半封印，今日便罚你在瑶华殿外跪3个时辰。小月一听要在殿外雪地里跪着，赶紧跪下来求饶，娘娘恕罪啊！才人贪玩了些，浑水又滞，身子最怕冷了，这样跪下去，到了夜里怕是要出事的。赵淑英扶了扶衣袖，站起身，脸上依旧带着笑。本宫是为妹妹好，小惩大戒，免得将来犯了更大的错，便更不好挽回了。小月跪着爬过去，拉住了赵淑英的裙摆。淑妃娘娘，奴婢愿意去替才人受罚，才人他真的受不住冷的。赵淑英身边的宫女素烟一脚就踢了过来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小月被踢得肚子痛，闷哼一声，我立马冲过去抱住她。小月，我心里又酸又涩。小月跟在我身边，最是单纯善良，平日里教她什么都只能记住一半，唯独我怕冷这件事，她记得比谁都清楚。淑妃娘娘要责罚嫔妾，嫔妾去便是，我要跟一个下人过不去。说完，我对着小月低吼道：“小月，还不快下去！淑妃娘娘见着你就烦。”小月眼泪婆娑地退了下去，而我则被赵淑英的人看管着，在瑶华殿的殿门前罚跪。双膝刚一落地，我就觉出了不对劲，疼得钻心。我想挪挪身子，看看雪地里埋了什么，却被素烟死死按住。慎才人不懂规矩，奴婢便教才人规矩。宫中罚跪，跪下去便不能动了。我心里门清，这冰冷的雪地里，定是被人故意放了尖锐的小石子，又扫了一堆雪盖住。3个时辰，那可是6个小时，快赶上一个白班了。这么跪下去，我的膝盖会不会直接废了？素烟一直在旁边守着，约莫过了1个时辰，她也受不住了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宫墙四周瞬间清冷下来。天色也从青灰变成了墨黑，隆冬的夜冷得刺骨，风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。往日里有银炭暖着，小手炉抱着，今日之罪真是遭大了。小月去凤仪宫求了皇后，哭着跑了回来。才人，奴婢没用，没能让皇后娘娘来救你。我苦笑一声，不是你没用，是皇后娘娘本就不会来救。这次的事根本不是纯粹的后宫争斗，而是牵扯了前朝。魏皇后就算再偏袒我，也不敢在萧玉对江家示威的时候来救我，那不是明着打皇上的脸，跟江家示好吗？小月不懂，只在一旁陪着我默默擦泪。我看着她，扯出一丝笑。好冷啊，小月，还不去给我炖一碗热乎乎的汤羹？一会儿我起来了，也只能喝凉茶。小月猛点头，转身就往厨房跑。我一个现代人，从前在舞团里也经历过职场斗争，可如今才发现，跟着宫斗比起来，从前那些都太小儿科了。最苦的还是自己这皮肉。正苦苦撑着，身后忽然传来女子呜呜的哭声，听着比小月还伤心。我回眸一看，看穿着是宫里的妃嫔，品阶应该不高。她哭着哭着，看见殿门前跪着的我，便凑了过来。想来姐姐今夜也是个伤心人，跟我一般。我看着她，我不伤心，只是无奈又气愤罢了。这妃嫔走到我面前的台阶上，蹲坐下来。我叫万茵茵，就住在你旁边的宫殿。姐姐搬来瑶华殿时，还送过我一根珠钗当见面礼呢。我想起来了，是隔壁莫玉轩的万贵人，品阶比如今的我还要高出一级。我看着她，嬉笑道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说来我高兴高兴，我得用别人的伤痛冲抵一下自己这刺骨的难受。万茵茵倒也不生气，气呼呼地说了起来：“这是我第2次侍寝，被送回来了，皇上可生气了，往后应该是不会见我了。”我瞬间来了兴致，连膝盖下的疼都轻了几分，一副标准的吃瓜群众模样。快说来听听。皇上问我，寻常没事的时候都在宫里干什么？我就说自己在宫里做菜，我可喜欢做菜了。完了就把自己多年做菜的心得全部分享给皇上了，从大周的4大菜系说到了异国美食，那叫一个详细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这很难评。万茵茵又从怀里掏出来2个饼，今日去天元宫，我还在兜里放了2个热乎的饼，是我新做的口味，想叫皇上给尝尝。结果没过多久就被皇上赶出天元宫了。我问，所以你第1次去侍寝也是说菜谱了？万茵茵猛点头，对啊，说的辣椒炒肉，用什么样的火候炒出来的肉才鲜嫩？我抿了抿唇，哎，你看皇上像研究炒菜的人吗？万茵茵忽然弯下腰，将2个热乎的饼塞在了我的膝盖下，一股柔软的温热瞬间从膝盖传来，缓解了不少痛感。不管了，对牛弹琴。我抿嘴一笑，这小丫头胆子倒是挺大，敢说皇帝是牛。你辛辛苦苦做的饼子，就这么放在雪地里给我垫膝盖了，岂不可惜了？不可惜，你上次送的珠钗，我带着去侍寝，皇上就因这个夸了我一句，也算全了姐姐当日的恩德了。万茵茵又从怀里掏出一把糖果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琉璃糖，有7种颜色，给姐姐一点甜吧。我伸手接过那色泽缤纷的糖果，撕开糖纸，往嘴里塞了一颗，好吃，是鲜橙的味道，能尝到橙子最本来的鲜味，又酸又甜，这糖的量控制得很好，很是难得。
万茵茵擦了擦鼻涕，兴奋地看着我，真的吗？我以为没人会懂我的。万茵茵留下一堆糖果，便回自己的沐浴轩了。没过多久，芝兰姑姑打着油纸伞出现在了我面前。才人，江家与皇上此番的恩怨，奴婢打听出来了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3个时辰一到，我就被宫里的太监宫女抱回了殿内，眼眶酸酸的。好在屋里的银炭还算充足，我捧着一碗牛乳羹喝着，对芝兰道：“姑姑，你说吧，江大人反对皇上新政，在朝野之上愈演愈烈。此前皇上都不曾作声，但在江大人联合御史台上奏以后，才让皇上发了脾气。”我问：“新政的核心是什么？我父亲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？”芝兰看了我一眼，显然没想到我会对朝事问得这般细致，所幸他打听的也够仔细。皇上登基后便着力推行新政，罢黜所有权力的官员，将土地归还于百姓。我愣了愣，这是好事啊，为何父亲还要联合御史台去反对呢？因为圈地有罪，一旦被写入律法，就会触动满朝文武许多官员的利益。皇上才刚登基便这样做，很容易引得满朝文武不满，以致动摇帝位。江大人认为皇上不念朝臣旧情，新政一出会让许多大人们寒心，未免引得朝野动荡，所以才如此反对。我喃喃自语，父亲的初衷也没错，他应当是觉得圈地一事是错的，但皇上手段太过刚烈，强行推动新政，怕引起朝野过激反应。芝兰听见我的见解，瞳孔微缩，讶异的抬眼看向我，娘娘对朝政之事竟有这般见解。想来娘娘从前搬离喜云宫地势，又整日逃避不愿承宠，是故意在藏拙了。我揉了揉自己的膝盖，叹道：“是啊，不愿。”芝兰疑惑地看着我，为何？若是对皇帝动了真情，那便是万劫不复的开始。他的后宫有那样多的女子，每3年又会有一次选秀，我这朵花终将被遗忘在宫墙的一角。与其患得患失，不如摆烂当个咸鱼，把皇帝当个发银子的工具人，挺好。芝兰姑姑叹了口气，奴婢的前任主子要是有才人这般玲珑剔透的心，此生也不会走入那般穷巷。他又问道：“那才人准备如何应对？”我伏卧在美人榻上，垂眸思索了好一阵子。引皇上生气的不是我父亲反对新政，而是他联合御史台拉帮结派，形成一股势力，这才引得皇上发怒。皇上登基不久，根基尚不算稳，他能允许有人反对新政，但绝不允许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，这像极了逼宫。帝王的权势一旦遭到挑衅，必然会引来猜忌与重罚。芝兰姑姑，先下去歇息吧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芝兰听见这话，心瞬间就落了地。从前她总觉得我又懒又不靠谱，可今日见我与赵淑英对峙时的隐忍，又见我对朝事、对帝王心理的分析，她才明白我根本不是她平日里看见的那般浅薄。与此同时，天元宫内，萧玉照旧上朝议政，下朝批复奏折，日子过得如常，没有半分水花，做着一位帝王该做的所有事。3宫6院的灯烛都已寂灭，唯有天元宫这一处依旧亮到深夜。萧玉早已习惯孤独，静静地端坐在御案前，手里握着号令天下的朱砂笔，写写画画。这几日他忙着新政之事，也不曾入后宫。清河公公在一旁看着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皇上，你晚上要去哪位娘娘宫里啊？奴才先去传话，让娘娘们备下。”萧玉不曾抬手，只淡声道：“去看皇后。”清河公公心领神会，初一15，这是祖宗定下的惯例。皇后娘娘有孕，心绪老是不安，想必见了皇上定会开怀。御撵快要行至凤仪宫时，有个小宫女蹦蹦跳跳的从前方走来，像只小兔子，那背影竟有几分像我。萧玉细长丹凤眼微眯，深邃的瞳孔里映出解读不出来的光，他脑海里瞬间闪过那日我蹦蹦跳跳、不讲规矩走路的样子。清河公公厉声喝道：“大胆小宫女，皇上在此也这般无状！”小宫女被吓得抖如筛糠，连忙扑倒在地。萧玉摆了摆手：“罢了，由他去。”半月过去，萧玉突然没来由地问起了我：“江家送入宫的那位被下了位分的，可在后宫生事？”清河公公连忙回：“慎才人半月来不曾出瑶华殿，就是托人不停地往宫外送信。宫外也有不少信笺，源源不断地送往瑶华殿。”萧玉声色骤冷：“这是前朝准备联合后宫，共同商议对付朕的法子了吗？”他就知道江贵红在前朝使不上力，就让自己的女儿在后宫想法子了。清河公公双手揣在袖口里，颤巍巍地试探：“那奴才要去将慎才人与江府通信的信笺搜来吗？还是去警告慎才人，不让后宫与前朝再有联系？”清河公公只能在心底惋惜，慎才人这个跟头才是真的跌大了。萧玉修长如竹的手指在御辇的椅托上轻轻扣了扣，骏马上覆一层冰冷的霜雪，掉头去瑶华殿。此时的瑶华殿内，我正坐在青玉案前，拿着毛笔认认真真的写着书，时不时还摇一摇笔头。百花羊绒地毯上，到处都是揉成团的废纸，一头云鬓松散的垂在双肩，清婉姣好的面容多了一丝慵懒，随意披了一件浅杏色丝绒外裳，一看就是多日不曾出殿门的闲散样子。四下里的宫婢太监都被我赶到了屋子外候着。萧玉走进来的时候，下人们正要行礼，他嘘了一声，摆了摆手，众人便速速退了下去。他回眸，脚跟前正好摆着一封信，封面上写着家父亲启。萧玉弯下腰去捡，我突然抬头看见了他，连忙从青玉案旁跑过来，先一步抢过书信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萧玉直起身子，帝王的威势扑面而来，压迫感十足，拿来。我跪坐在地上，将书信死死抱在怀里，嘟着嘴：“臣妾不。”萧玉横了眉眼：“慎才人，你胆子大得很啊！”我看得出来，萧玉在生气，依旧将书信藏在身后。这是臣妾给家里人写的题己话，用的不是什么书面语言，皇上还是别看了，潦草难看又无营养。萧玉蹲下身子，凑到我面前，伸手就从我背后将书信夺了过来。我依旧不肯松手，眼泪巴巴地望着他。松手！萧玉语声冷冷的，我不得已松了手，紧张地看着他。真的别看，皇上，臣妾没写什么。萧玉不疾不徐地将书信展开，越看脸上的神色越复杂。他抬眸看向我，长眸微眯：“你写的？”我抿了抿唇，这不是废话吗？难道还有别人写的？是臣妾写的。我依旧坐在地上，语声委屈。萧玉坐回我方才坐的位置上，端详着：“你起来，到朕面前来说，为什么给你的父亲写这些？”我扶着自己的膝盖，艰难地走到青玉案旁，
低着头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单纯的想给皇上出气。萧玉锋利的眉骨微抬，身子向后靠了靠。朕贵为帝王，天下之主，还用着你来给朕出气？正因为皇上是天下之主，处在这天底下最高的地方，旁人都以为皇上不需要人给您出气说话，所以更无人给皇上出气说话了。臣妾自不量力，又对朝事不懂，但臣妾只觉得父亲这次站队站错了，没帮着自家人，是该骂。我写给父亲江贵红的书信里，没讲什么大道理，也没分析什么朝局，只是怒气冲冲的骂他自家女婿都不帮，还要拉着外人，当着全天下的面给自家女婿难堪。我气得很，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自家人。萧玉又从清月案上拿起了另外一封书信，面色带着一丝疑惑，断绝关系。我紧着嘴点了点头。老头子在书信里跟臣妾犟嘴来着，臣妾气不过，就说要跟他断绝关系。不过这书信还没送出去，因为还没写完，晚点时候就送出宫去，气死他。萧玉将书信放下。你父亲联合整个御史台反对新政，他说的有些地方也不无道理。我眼睛迅速扫了一下萧玉的脸，心里清楚得很，他这话是在试探我，更是在试探江家此刻的态度。什么道理？臣妾才不管什么道理，况且也听不懂那么多的大道理。衙门才讲道理，臣妾是在皇上的身边，自然是要帮着皇上讲话的。我睁着一双莹润圆圆的乌眸，痴痴地望着萧玉，眸底带着些委屈，却又满是肯定。我从清月案的对面绕了半圈，走到萧玉身边，挨得他近了些。好吧，好吧，皇上说这是花言巧语，那臣妾也没办法，反正臣妾也把家里给得罪完了，现在没人管，没人依靠，也全当自己活该。萧玉问：你父亲就没对你说其他的？他心里笃定，江家人在朝堂上手段那般多，都跟后宫互通书信了，岂会没有旁的话让我代为转达？我摇了摇头。父亲说朝堂的事让臣妾别管，臣妾说是不管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父亲都应该帮着自家人，即便是在国策上与皇上的想法有所出入，也应该私下里说，哪能联合外人公然在朝堂上给皇上难堪？换做旁人也会生气吗？关于新政一事，我一字未提。萧玉深邃的丹凤眼深不见底，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我继续说道，隔壁万贵人的父亲就是御史台的，臣妾也让他站队了。万贵人也写了书信骂万大人。皇上你放心，老头子在朝堂上给您难堪，臣妾也在家里给老头子难堪。萧玉忽然笑了出来，这张惊若天人的帝王容颜极少有喜怒神色，今日这一笑竟晃得人眼晕。他本是怀着一肚子怒火踏入瑶华殿的，可2盏茶的功夫过去，火压根就没燃得起来。萧玉淡声道：幼稚。我微眯着乌眸，也跟着笑了一下。不管事情最后如何，总得把这口气给皇上出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不蒸馒头争口气。萧玉敛了笑意，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平静，降了位分，还想着给朕说话，你心里就没气？我叹了口气，哎，臣妾心里不是气啊，是委屈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臣妾能怎么办吗？又干不出来什么厉害手段的事。皇上的心思，臣妾也不懂，臣妾脑子想不了那么多，只是想着随便怎么都应该跟皇上站在一起。好一个手心手背都是肉！我连忙捂住自己的嘴。好吧，好吧，臣妾又说错话了。皇上再怎么也是一块龙肉，臣妾的顶多叫做泡泡肉，不一样的。萧玉斜睨我一眼，眼里的怒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是我说的那些话，他心底掀起了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波澜。在他这一生漫长、孤寂又黑暗的帝王路上，从来都是他高高在上，掌控着所有人的生死。他从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出头。萧玉端起清月案上的茶盏，那是我喝了一半剩下的。他毫不在意，小酌一口后道：你断绝关系这封书信继续写完，朕倒是想看看你跟你父亲的对战后续。我手指转了卷自己的头发，笑道：那臣妾收到信看也不看，第一时间拿来给皇上分享。没过多久，萧玉便起身离开了，我心里也打起鼓来。萧玉此人话语极少，表情也极少，有时候我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清河公公踏出瑶华殿的时候，不由得回身看了一眼，只觉得奇了怪了。今日本来是板上钉钉要打入冷宫的戏码，怎么皇上就这么气消了，平平静静的走出来了？他好奇得很，到底我跟皇帝说了些什么？萧玉一行离去后，芝兰姑姑头一个冲进了书房，才人如何了？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啊。但皇上说让我继续写断绝关系的家书，那我就好好写。今晚趁着宫门落锁前便送出去。在我的家书里主打感情，不说道理。我觉得萧玉这样的人，白日在前朝听大臣讲了一天的道理，到了后宫还要听嫔妃讲道理，那岂不得烦死？更何况在新政这件事上，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，心思都不是坏的，只是处理事情与沟通时出了差错，才会引得帝王之怒。芝兰姑姑点了点头，好，你就在一边候着，才让安心写吧。我又道，其实我旁的没什么心思，就是想让皇上与父亲以后能好好说话，把这些误会给解除了，别一个钉子一个眼的。再说了，他们一吵吵，遭殃的可是我，真是气死。芝兰黄昏前将书信送出了宫，不过2、3日，江贵红便有了书信送入后宫。我亲自去宫门口等，拿到书信后，步伐又快又欢脱的直奔天元宫，第一时间拿去给萧玉看我这断绝关系的后续家书。我披着兔毛披风，手里捏着那封家书，一路直奔天元宫。可到了宫门口就被拦了下来，清河公公连忙出来解释，娘娘恕罪，天元宫乃皇上批阅奏章与面见朝臣的重地，皇上向来不喜后宫的娘娘们来此处。我眼珠子转了转，心底无语得很。不是吧，萧玉，老娘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第一手的瓜，你居然把我拦在外边。我忍了忍脾气，一半幽怨一半调侃地说，哎，皇上前几日自己说的，要第一时间看我这断绝关系家书的后续的，人家第一时间到手了，连封条都没撕就给皇上送来，等着一起看。没想到啊，居然连门都不让人进，伤心。清河公公勾着腰，他对我倒也不反感，有时候也愿意卖娘娘的一个薄面，万一将来我真的飞上枝头，说不定还能念着他的好。这样吧，烦请慎才人再等等，老奴去瞧瞧皇上现在的脸色。我连忙点头，辛苦清河公公了。清河公公转身进了天元宫，剩下我一个人立在寒风里，等得这风呼呼的吹，冷得不得了。奈何出来的久了，
手里的小手炉早就凉了。我站在那里直搓手，在心底把萧玉这个不懂怜香惜玉的狗男人骂了800遍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朝着我递上一个温热的小手炉，我忽地转身看对方的装扮，应当是萧玉的臣子。从官袍上来看，职位还不低。他头戴白玉冠，身着紫袍，配的居然是金玉带。我父亲在朝中混了大半辈子，也才混了个银玉带，想必此人品级定在3品级以上，年纪轻轻就紫袍冠带，位极人臣了。贺兰英伸手递个手炉，见我半天不接，便道：“臣贺兰英正要去面见皇上，殿内暖和，这小手炉就给需要的人吧。”天元宫外此刻飘起了漫天白雪，整座朱红宫城举目四望，早已是银装素裹，红白相映，煞是好看。雪花被清冽寒风一卷，晶莹的雪沫飘到了贺兰英紫色衣袍的肩头上，也落到了我墨黑断光的云鬓边。我缓缓抬眸，才看清贺兰英此人，她眉目如画，俊秀的轮廓里透着温润儒雅，一双眼睛透亮温和，天地间的皑皑白雪都成了她身后的底色，活脱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玉冠仙人。看帅哥是我的天性，我顿了顿才回神。好呀，那我不客气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有人送小手炉，我才不会客气。贺兰英微微一笑，臣先告退。芝兰在后边连忙提醒我：“才人，这前朝重臣毕竟也是男子，您是皇上的嫔妃，这样不太好，让旁人看了去，传到皇上耳朵里更不好。”我紧紧抱住小手炉，可我冷啊，谁给我小手炉，我都会接着。可不管是男是女，旁人只在乎身份，我只在乎自己舒不舒服，毕竟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。再说了，宫规也没说不能借用一下别人的小手炉啊。芝兰有些无言，我抱着温暖的小手炉，心情稍微好了点，问道：“方才那紫袍冠带的大臣是谁呀？怎瞧着他来天元宫都不需提前打招呼的？”芝兰连忙解释道：“此人名唤贺兰英，是大周的中书令，年仅25岁便已是3品高官，位极人臣。他身上的故事可不少，最值得说的便是他与皇上相识于微时，皇上能够登基，他当居首功。我需要虚谋哦，那皇上待他肯定是不一般的。这可是打辅助之王啊！”芝兰又跟我说了些他的事。贺兰英年少便才华冠绝院士，乡试都是榜1，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大才子。本以为会试殿试也是稳操胜券，却在会试被意外刷了下来，落到了榜77名。那时候的萧玉还是夺嫡毫无希望的三皇子，正好碰见了愤然跳江自尽的贺兰英，至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我站的腿都有些麻了，毕竟膝盖的伤还没好全。那要不咱们回吧？贺大人才刚刚进去，我要是继续等，那不得吹成冷冻干尸？芝兰连忙道：“才人慎言，慎言呐！”天元宫里，萧玉从龙台上走了下来，一手搭在贺兰英的肩上，正说着话。清河公公正想上前禀报，可瞧着贺大人在这里，又是刚刚才到，实在不好开口。可慎才人还在外面风雪里候着他，一时之间也有些为难。贺兰英举着白子落在了棋盘上，皇上将后宫里的娘娘唤来，也不让人家进来，就在风雪里吹着，很是不懂怜香惜玉啊。贺兰英太了解萧玉了，他对后宫嫔妃向来没什么情谊，大多都是牵制前朝与后宫的工具罢了。所谓宠爱，不过是对前朝权势的回应，宠也是对前朝权势的态度。登基2年，萧玉虽有宠妃，却无爱人。他时常嘲笑萧玉虽是坐拥天下的帝王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。朕一向不喜嫔妃来天元宫，也不喜嫔妃参与朕过多的生活。朕知道。贺兰英身子看着棋盘，捡着被吃掉的黑子，扬眉道：“皇上，这孤家寡人还得继续做下去。”萧玉反向嘲讽：“位极人臣的中书令大人，与朕何尝不是一样？朕赐你的豪华大府邸，如今连个女主人都没有，你也是寡着的。”贺兰英落下一子：“罢了，臣还要回去相看一位媒婆介绍的贵女，得走了。”他才来不久，便要离开，起身的时候道：“皇上，还是让那小妃子进来吧。”风雪下得有些大了，真是个冷心冷情的皇帝。贺兰英与萧玉说话向来这般随便，如同自家兄弟一般，更何况他在国事上对萧玉助力良多，萧玉对他也是极为看重。萧恒也不知道外面候着的是谁，无非就是宁鸳鸯、赵淑英，或是其他想邀宠的嫔妃。清河公公在一旁连忙应了一句：“是瑶华殿的慎才人。”贺兰英这才知道，方才站在殿门前跺脚搓手的小姑娘，原来就是慎才人。若是换了其他嫔妃，再冷的天，只怕也不敢表现出自己冷，只会规规矩矩地站着。贺兰英跨出天元宫殿门时，我正好得了准许，从殿门外跨了进来，二人擦肩而过。要不是清河公公派小太监出来的快，我真就转头走了。下次我再也不上赶着来了。我提了裙摆，跨入天元宫，才发现萧玉不在正殿，而是在偏殿。此刻的萧玉正伸着手在火盆边烤火，肩上的黑色红毛领子衬得他俊容更加英挺清冽。我眯了眯眼，萧玉也就这张脸能看了，走近了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：“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”萧玉冷漠地问：“天元宫嫔妃不得擅入，你来做什么？”我挥了挥手里的书信，笑得一脸灿烂。不是皇上说的要看臣妾与家中的对战后续吗？臣妾收到消息就亲自去宫门前取的，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皇上送来了，封条都没拆，拿过来吧。我笑嘻嘻地凑过去，挨着他坐下，将书信递给萧玉：“咱们一起看。”臣妾都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。